在本地双击 GB200 环境下 ，LTX 2.5 生成10秒视频片段只需要 6.8 秒，把传统云端渲染彻底甩得身后。这速度到底够不够快？按这个速度基准来看 ，OmniFlash 和 Grok 还要花52秒，这中间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。在这个数量级下 ，Clean 3.0 Pro 甚至得用上398秒。账就这么简单。到这儿，速度差距在哪儿已经很清楚了。可在此之前，大家都在用什么？此前 LTX 官方接口生成10秒片段得要 23.7 秒，而 Cadence 2.0 更是直接跑到了196秒。回顾过去几期节目追踪的事件模型，从 Dream Dojo 到 Limbot World 2.0， 开源阵营一直在啃时间漂移这个硬骨头。每往前挪一步，都是算力和架构的妥协。这种在算力与架构上的妥协，跟 iFlex 3代完全一致。两家都在想方设法压榨端侧潜力，而不是一味把活全丢给云端。顺着压榨云端潜力的思路往下，这次的主角底子浮出水面。新发布的 LTX 2.5 是由 LTX 推出的开源全值视频世界模型。它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本地 NVIDIA 硬件去的。它用了一套叫 DFR 的前空间运动建模机制，把时间压缩了大约8倍。说白了就是把高保真计算全砸在关键帧上，不浪费算力在没用的过渡帧上。顺着这套不算力浪费的逻辑往下，它搬出了 Gemma 4代底座。高动感画面里那种让人头疼的视觉尾影，这次总算被按住了。顺着按住视觉尾影的思路往下，真实温差到底有多大？宣传口里说的轻松，能在单台消费级显卡上跑，但刚才那 6.8 秒的极限速度背后吃的是双 GB200 集群，普通显卡可跑不出这数字。顺着这组硬件数字往下看， LTX 靠着3000多万次下载量托底，这套开源班底已经有底气跟闭源大厂叫板了。有了这般叫板大厂的底气，开源许可证的口子自然开得很大。虽然宣传单写着桌面运行，但 6.8 秒极速实测依赖双 GB200 集群，年收入不到1000万美元的组织可以直接拿全值免费用。开源普惠和商业合规总算兼顾了一回。现在已经有人真拿着它干活了。影视工作室 Asteria 已经在用它产出原创内容， Markov Robotics 也在拿它练机器人感知。真要想自己上手，路子其实挺顺。创作者不需要再去接那些按次计费的云端接口，直接在 Config UI 里调本地 NVIDIA 硬件就能开跑。广告素材一般7到10年就得换一轮，创意团队天天被逼着赶进度，用本地集群在夜里批量跑10几种变体，第二天早晨直接调，省得被云端 API 扒层皮。准备开干前先看一眼避坑清单，先核对公司年收入是不是在免费线以下，算清楚手头的显存够不够。对普通消费级显卡的速度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没别的，